所以我当下选择了 raise， 看后面人会推。就小盲没有想太久，他在想在3秒钟他就 all in， 那我就 A10 就跟住了嘛。他这A7同花，然后翻牌是 Q64 turn Q river 7，怎么赔？要怎么赔？我们现在是晚餐休息时间啊，刚刚这3个级别呢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手法，我跟大家回顾一下。好，我们刚刚回去的时候呢，大约剩下是70个人，盲注是10万、15万。刚刚看到他发疯 CO all in 20个大盲 J9 同花那个，然后这手牌呢是他在 hijack 位，我在 CO 位，差不多的位置，然后他又直接 all in。那这一次他直接 all in 了360万的筹码，然后我在 CO 我拿 AJ， 刚刚还讲，看我在 A4 AJ， 现在可能不大会弃给他，但我觉得情况不大一样啊。第一个他刚刚是推20个大盲，然后在 CO 位，他现在是在 hijack 位推24个大盲。那当然，我可以说我们前一手牌看到他有 J9 同花在 CO 位，代表说可能他的范围还是很宽。然后我这把 AJ 当下我还是决定弃牌哦。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跟注的话，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范围，然后我们要说领先他的范围才可以跟住嘛。那我们很简单，如果说他会all in55跟 A10以上的手牌，可能一些 King Queen 同花，那我的 AJ 可不可以扣？我的 AJ 还是不能跟哦，还是不能跟。我认为他可能要 all in 到，比如说任何的对子，然后 A8 同花。A9 不同花，我觉得我的 AJ 对上这样子的范围才会是一个正义的扣，而且我后面还要考虑到后面还有其他玩家，所以当下我选择弃牌。那他有开牌给我看，他开是1对8，那我想其实1对8很合理哦。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牌就是他不想要打翻牌后，然后是正义的 all in， 他就选择 all in， 所以我对于看到这个，因为我很好奇嘛，我就叫他秀，然后他就很听话就秀牌。那我觉得这个 AJ 弃牌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赛事中，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冒这个风险，尤其是我不觉得他会有 A10， 或者只有赢 A10 的时候呢去跑一个 flip， 是我觉得是不划算的，所以我当下选择弃牌。紧接着下一手牌我拿 AK 同花，我选择加注，然后这时候小盲 all in， 然后我就扣了嘛，他是 AJ 翻牌 AJ10 turn Q river K 啊，他翻牌中2对，然后我转牌中顺子，然后合牌分钱。对，然后就蛮可惜的，应该要赢的啊。扑克没有什么应不应该要赢的，就是没有赢，然后就是分钱。下一手牌呢是我在大盲位，我有450万的筹码量啊。这时候 CO 位是我们桌上当时筹码最多的玩家，10万、15万，他选择加到30万。我在大盲跟注18不同花，翻牌是154 Rainbow， 有一张红桃，底池85万，然后我 check 他 check。转牌来一张红桃2，这时候有后门花draw，然后我 check。如果是18以下的10的话，当然可以下注，但我更偏向放在 check 的范围里面。然后我开始会下注，比如说90、10J、10Q 以上的10都可以主动下注，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转牌是 check， 这时候他下注35万啊，底池85万，他就35万，那我当然跟注。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7，底池155万，然后我 check 他下注了一个45万，那我认为下注45万，他绝对会有炸胡的机会，他甚至会价值下注一些更弱的牌啊。我觉得99、88他应该都会下注，所以我领先这些范围，我领先炸胡，所以我当然简单跟注。然后他开 Q7 红桃，所以他是转牌的一个 flush draw， 然后合牌中了一个7的价值下注，他认为我会扣任何的4、任何的5啊，是没错，我会扣任何的4、任何的5。可能会，他就输了一些筹码给我，然后这手牌呢，让我的筹码量达到了接近600万左右。那一样是10万、15万的盲注级别，我在 CO 位有600万，然后bottom位是一个短筹码，大概10个大盲，然后大盲位也是一个10个大盲，然后小盲位筹码比较多，小盲位筹码有350万，350万的话大约是23个大盲。那我 A10 在这边的话可以直接 all in， 但我觉得宁愿直接 all in， 譬如说我的 A7 同花，我的 A9 不同花，我觉得 A10 不同花算是一个很好的 raise， 然后可以扣 all in， 所以我当下选择了 raise， 看后面人会推。就小盲没有想太久，他在想在3秒钟他就 all in， 然后我看了一下，大约是350万左右。那我就 A10 就跟住嘛。那为什么跟住？很简单啊，我们潜在赢他大部分的范围，然后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同花 A 会 all in， 他甚至 A8、A9 我觉得他都会 all in， 然后同花 A5、A6、A7 我觉得都会 all in， 他是 A7 同花，然后翻牌是 Q64 turn Q river 7，怎么赔？要怎么赔啊？我想这种3个奥池不知道怎么输，知道吗？这种真的是没办法输的东西，最多分钱了嘛，那给他一个7。这把牌就从600万输到200多万，然后最惨就是下一把，好像下一把还下2把就升盲成
10万、20万。那10万、20万，我那200万大概就是10个大盲。然后就 all in 了1-2把牌面跟到筹码量我有250万的时候呢，是在我的bottom位。这时候呢，我有很多种策略，我可以直接 all in 啊，我也可以 raise。那我选择 raise 的话，被 all in 应该会弃牌啊，这个牌不大可能 raise call。小盲只有3个大盲，所以我的策略很明确哦。如果加注被小盲 all in 我会跟，然后被大盲 all in 我会弃牌。所以我当下选择 raise， 然后小盲位 all in 60万，然后大盲位弃牌，那我当然就跟住。结果小盲位是 QJ 不同花，我是 K9 嘛。然后翻牌 J64， 他中了 J， 转牌来一张10啊，我多了一个卡顺，然后合牌我中 K， 所以这把牌呢有从他身上赢到一些筹码。再来也是一个短筹码在大盲位，这把牌呢是我在 CO 位10万、20万，我有370万，我有18个大盲。那 CO 位我拿一个 K3 同花选择加注。我觉得我选择加注的原因，第一个预设范围大概是 K4 同花，但我觉得 K4 同花可以选择加注的原因是因为大盲呢只有57万5千，不到3个大盲。那我认为他会扣 all in， 就是我 raise 他会 all in， 或者他会扣，基本上接近全范围哦。可能他会盖一些27、23、29，但是基本上他所有的范围都会 all in。那我当然领先他大部分的全范围嘛，所以我就 raise， 然后大盲就 all in， 那我就让他去扣了。就他竟然有 KQ 不同花，他刚好有大牌。所以这把牌也还好，是输3个大盲嘛，所以我觉得无所谓，输了一个小帕。休息前最后一节是12万5千25万，好老舌的盲注，反正是大盲是25万，然后 low 价位玩家呢，他有400万左右，他选择了加注到60万，然后我是短筹码，我只有接近200万啊，195万，所以是不到8个大盲，那我是 AJ 不同花。那这个时候我当下当然就是一定会 all in。但我觉得当下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下剩下43个玩家，那我认为他们7人桌的话，就是每拆一个桌子会有一个 pay jump， 就是会有一个奖金差额，所以我当下选择了加到185万之类的，就是留个10万。那当然留个4万的意义是，他要么就弃牌，那就没差。但如果他 all in 或者他扣了，那我可以再拖时间。那所谓的拖时间，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拖时间，而是说，如果我今天多想3分钟，多想2分钟，可以多赚一个500块美金，很爽死了，对不对？3分钟赚500块美金，谁的时薪这么高？没有人嘛。所以这个跟那种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是很大的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赛事的结构它没有用 shot clock 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赛事的状况，每一个不同名次的奖金，所以会有这种状况。然后桌上玩家说：“不是42，是41啊，差2个。那我差2个的话，我拖时间其实就不大有用啊。所以他们就说41个才有 pay jump， 不是42。那我觉得43差2个的话，我就不用拖时间，所以我大概想在10秒就扣了。然后我是 AJ， 他是 A9 同花，翻牌 J55， 他是 A9 方块，J55有2个方块，那我觉得要不要死人啊？都要同一个杠，我觉得看这个3个20都要插死我了，对不对？这个9个20了，对不对？这么容易，还好没开出来，所以这把牌让我筹码打到差不多400万。然后我又赢下了几个底池，我赢到了接近600万左右的筹码量，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话是15万、30万啊，所以60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20个大盲。那现在呢，大约剩下36个玩家左右，然后保证应该有11000多美金，所以今天应该会打到37个级别，就是还会再打6个级别。应该会到决赛桌啦，因为我算了平均的筹码，应该会打到决赛桌。晚餐之后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最新战报。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最后一个段落的手牌状况。当我回去的时候呢，大约剩下35人，然后呢，盲注是15万、30万。好，15万、30万，这个时候呢，我到的筹码量呢，我只有370万。前面输了一些小底子。休息回去的时候，我大约有接近600万。然后我加注被别人偶尔赢弃牌，然后抵抗大麻，然后 check fold。所以剩下370万。这个时候呢，我在 low 价位有37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12个大盲多一点。然后我拿1对2，然后在 low 价位选择了 all in， 然后 high 价位玩家跟注1对10。翻牌中了一个2，运气非常好，成功翻倍。然后这个时候呢，打到了接近700万左右。然后呢，700到我的小盲位。这个时候呢，德光不小心发牌他第2张牌不小心发开来，是一张10，然后换了一个方块 J 给我，然后全部人都弃牌，弃来到我，然后我看我是 J5 方块就是从15不同花换成 J5 方块。
然后这个时候大盲位的玩家呢，他就是之前1对10输给我1对2的这个玩家，然后他的筹码量大约只有300万左右，所以是8个大盲。那我们的 J5 同花呢，就是很轻易的就是正一的 all in， 那我就 all in。然后他跟住他是 A3 不同花，然后我就中了对子合牌又中了同花，反正我就赢。那如果说这把牌是原本的15不同花呢，我觉得会边缘一点，但应该也会 all in。但我觉得 J5 同花变得是很简单的 all in。它不管是15或是 J5，如果我15有 all in 的话，也15也会赢啊 ，J5 也会赢啊。唯一会不赢的状况就是我把15不同花弃牌，所以这把牌呢就是算是运气不错。再来是这个时候是拆桌，然后剩下21名玩家，我记得是拆3桌，7人桌 UTG 20万40万，他 all in 172万5千，大概4个大盲多一点点，我是大盲位，然后我选择了跟住我的 J7不同花，那我们这边跟3个大盲去赢一个接近9.5到10个大盲的底池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期应该是很明确要跟住啊。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推到接近100%的范围，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推到100%，但肯定是相当的宽。那我觉得这一期是一个算很明确的跟住。然后过了一圈之后呢，这手牌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有610万。那是一个bottom位玩家，他有1300万，他选择加注到3个大盲。那我在小盲位有15个大盲多一点。那我是 A4 不同花，面对bottom的加注，我认为 A4 不同花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要 all in。我觉得弃牌太糟，我觉得跟注也不大好。那我觉得 all in 不错，尤其是他加注比较大。我选择 all in， 它是1对7。这把呢翻牌中 A， 所以也赢下这个底池，打到了1300万左右，一样是20万40万的盲注，然后我在 hijack 位5人桌，所以我在 hijack 位第1个位置，然后选择加注到80万1对10，然后小盲位是一个筹码非常多的玩家，他跟注，然后大盲位的话也是一个应该有20个大盲，也有800万左右的筹码，他也跟注，翻牌是Q97 3张红桃，小盲位 check， 大盲位 check 底池300万，我这边大约有1200万。那我对10，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下注策略，也可以有过牌策略因为小盲的范围其实会比较紧，那再加上多人底池，其实没有红桃其实蛮吃亏的。所以我选择了 check， 转牌了一张非常好的方块10，盲注都 check。这个时候底池300万，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明确要下注，然后我选择下注1/3底池下注100万，然后小盲位跟注，大盲位弃牌。合牌来一张6，其实说实话，当下我没有想到，就是它的范围绝对会有什么8的组合88或者什么，但我觉得它的范围很有可能是一张红桃。那如果是单纯一张红桃，基本上我下注多它都不会跟，但我觉得它会有一些QJ、KQ 带一张红桃，也有可能没有带红桃的，我不确定。那我这边没有阻挡这个顶对的范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说实话，是我没有注意到合牌就是一张8就成顺。那如果说我有注意到这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下注半个底池，我觉得250万不错，但绝对不会 check， 因为它的范围里面绝对不会只有8，它会有一些2对或者是一些更弱的3条之类的，我觉得有机会所以我下注了比较大的尺寸，500万我下注400万，然后他想一下后他跟注我想说他如果跟注我应该赢了，我觉得他顺着跟同花我不确定，但应该考虑会加注他是1对8，他88带红心8，所以他就赢了这个大底池。我想说没有开红桃我怎么输靠腰，他在8就是顺着这样子对，如果说这把牌重新我在做决定的话，我应该会下注250万，我觉得可以少输150万，所以多输了4个大盲。说多吗？也不多，但其实一定会有影响。那当然，如果说我下注250万，如果他 raise 的话，我的牌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大盲位没有牌弃牌，然后到小盲位的时候大约剩下400万8个大盲，然后我拿 KQ 不同花就是明确的 all in， 然后呢大盲位是 AJ。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总共是第17名，是觉得蛮可惜的，但前面已经有赢过几个落后的啦。17名的话是2万4千多，感觉到很糟。10那把打完你点这个，对我没有要看怎么，对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如果说开 K 开8，其实我合牌应该会缺，因为开 K 或开8的话，一张 J 就成顺了嘛，所以我觉得更像小盲位的范围那我觉得小盲位 A8 同花或是88，我觉得太少，但它绝对有什么90同花2对或者是 Q10 2对绝对有机会所以 QJ、Q10、KQ 对我觉得都有机会，所以合牌的话那把牌
应该可以少输个150万，但后面的结果应该不会有影响。好，我是小 P， 今天我们的赛事结束啦，第17名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按赞。我是小 P， 大家拜拜。